住了多少年啊？哦，美玉和美美都在这里出世的。你说我们住了多少年？我记得28年了，我们一结婚就住在这里了。你看他讲到好像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你以为你给我住皇宫啊？我现在住的是租赁主屋啊！我当年是瞎了眼才跟了你啊！我那些好姐妹啊，每个不是嫁大老板就是有钱人，个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哪像我啊，今时今日才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要拜女儿所赐。哎呀，丽姐啊，哎，这个火霸王啊，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型又有款的、魅力大到无法挡啊？那还用说？哎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人家都说我长得像《Top Gun》里面的那个 Tom Cruise 啊。Tom Cruise， 痛苦啊 ，Tom Cruise， 跟了你啊，我天天都痛苦。丽姐啊，你怎么不说你魅力大到无法挡？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大美女。我才没有像她那么不要脸。哦，妈咪，我们家有你跟爸的结婚照片，我们去找。找什么找？房间里的东西封箱了，你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啊，美美。不用找，我这里有。哇，我们来看。看，哇！哇，你年轻的时候很像刘德华哦。哎，你不是第一个那么说的哦。你看我老婆是不是大美人一个？那个是丽丽啊，我还以为你跟香港明星王祖先拍嘞。你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可以跟大明星比啊？怎么不可以比呢？当年啊，你要是去参加什么台湾横溢出新秀啊，那些什么1姐、2姐、3姐，全都得靠边站哦。对啊，丽姐，你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哎。都过去了，现在老女人一个，你真的是神经病！那么久的照片还放在手机里，随时可以看得到吗？这是我们的结婚照嘞。结婚照，那么丽丽没有穿婚纱的？哦，对啊，妈咪，为什么？你问她啦。都是我不好。当年呢，说什么穿婚纱老土，其实是自己没有能力嘛。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妈咪，所以呢，我要找个机会再一次跟你们妈咪求婚，为她准备一件漂亮的婚纱。姐，我们可以参加爸跟妈的婚礼了。人家女主角都还没有答应。无聊。我怎么跪下来？求婚啊！求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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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就踢你下楼。搬家啦，还在那搬闹。都是你们2个、3个。老爸，在干嘛？水滴，啊？今天有人借咖啡拍电影啊？没有啊。小心一点哈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闪到腰啊。哦。妈咪啊，我先去酒店上班啦，待会儿在新家见。哦，你也小心一点啊。我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大律师，喝点水。谢谢。那谢谢。要谢谢你才是。你这个大律师平时那么忙，放假不去帕多，还跑来我们家帮忙搬家。大家这么多年邻居啦，我当美美跟美玉像自己的妹妹一样。是啊，他们从小你就过来帮他们补习的。哎，你快结婚了吧？记得到时候请我们哦。没这么快啦。哎呀，不要等啦，好男人很难找的，结婚要趁早，才不会走宝。你干嘛？你说没有好男人嘛，我就马上出现啦。发达，我不会因为你帮我搬家，我就违背良心说你是个好男人。哎呀，丽姐，这样你就不要误导这大狗熊了。什么结婚要趁早才不会走宝？结婚不是要趁早，是要看好，要想好，才不会以为是宝，其实是草啊。他可不像我啊，人家可是大律师啊，眼光不知道有多好。我看过他的对象呢，她的男朋友长得一表人才。对，有一表人才过我咩？你呀，我可不是要说你，你连你的阿嬷都照顾不了，你还要打他的主意啊？我怎么可能照顾不了我阿妈？你看看，大家都陆陆续续搬走了，你的阿嬷还在那里忧愁，她会搬到哪里去？这也是他自找的啊。我要让他住 condo 住 penthouse， 他不要也就算了，还跟我老叔，打到我差点变猪头啊，等着睡街了。大哥，你不要让小女阿嬷睡街头，那么可怕。
不然怎么样啊？谁叫我阿妈那么有志气，说人穷志不穷，把这机会让给更需要帮助的人，自己宁愿睡街啊，也不再住这个租赁主屋。大哥，要不然这样，怎么样？你们可以先找房子租下来，如果钱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哇，你很有钱啊，女儿，口气那么大。哎呀，丽姐，你不要假啦！谁不知道美美现在红得不得了啊？随时拿10万8万出来借机街访啊，都没问题。没有啦，大哥，10万8万，你不要笑我啦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你不是跟唱片公司签约了吗？是啊，合约也是伟雄姐帮忙的。喂，签约金多少啊？有没有几10万啊？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，职业操守就是要帮客户保守秘密。总之呢，美美已经答应赞助了，以后我们就不用无家可归，我每个月过来跟你收家用啊。OK， 对，来打勾勾。你这个臭不要脸，还不要赶快过来帮忙？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是来参观的吗？哎呀，我们年底呢要搬了，所以最近很多人都来这边拍照留念。我是来找人的。我也是。少人问我就对了，我住在这里50年，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的。那太好了，有没有一个人叫做 Hiroda？ 我也是在找他。我也是找 Hiroda。Hiroda， 哦 ，Hiroda 是什么东东？从来没听说过的。Hero 就是英雄，他会不会是大英雄？你们是不是找大英雄？大英雄？我们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大英雄。那应该就是他了。他在哪里？哦，他在那边。用力点！哎，那你们撑一下，我上火里啊！快点！哦。难怪眼皮会跳。喂，快点，很重啊！哎，快点呐！喂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我肚子痛啊！你们撑一下啊！大哥，你去哪里呀？哎，那等一下，如果你要找 Hiroda 的话，就说没见过这个人，知道吗？记得啊！哇，动！36计，走为上计啊！走了。懒惰星，喂，懒惰星，喂，大耳窿走了。我看你搞错了吧？这3个美女大有来头，怎么可能是大耳窿？那这你就有所不知啦。我现在是国际大耳窿啊，跟本地的那些大耳窿呢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不要再当我是笨蛋了，好不好，Hiroda先生？这3个美女要你务必跟她们联系，拿着。喂，你这样就走了？要不然？你不听我解释吗？你的话每次翻来覆去的，我都懒得听。哎，不行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的。我可能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。好了，不要再唱了啦！我给你3分钟解释。3分钟怎么够？我要说的话很长的。2分钟50秒。不如我们找一个地方喝杯咖啡，再吃一遍提拉米苏，慢慢谈，好不好？2分钟45。哎呀 ，OK， 我现在说就是了。你认识我，也不是1、2天的事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，天生异禀，能举一反三，看头至尾，料事如神。3年前，
我在你们百般刺激之下，终于下定决心出走到美国去闯天下。我到了美国之后啊，我睡了公园几天，才顺利的加入投资公司，当起股会、期货交易操盘手。你知道什么是操盘手吗？操盘手就是能够准确预测市场走势，无论是起还是落，只要你的眼光精准，就能够赚进大把大把钞票的交易员。哎，那些老外啊，把我的大名邱fet蛋说成好像骂脏话一样，我就干脆把它改成 Hiroda。Hiroda 的大名变成炙手可热、赫赫有名的红牌操盘手。无论是股市、汇市、金市、油市，都内幕重重。投资银行、对冲基金、金融大鳄，各路人马，各怀鬼胎。有人啊一天致富，有人一天可以输个精光。我厌倦了，我厌倦了人性的贪婪，永不满足。我厌倦了帮那些有钱人赚进更多的钱。我忽然人间蒸发，回来这里，没想到他们可以查到我的下落，还派了3大美女来找我回去。你还真的深藏不露，Hiroda 先生。如果让大家知道我是天才操盘手，他们肯定会缠着我，帮他们赚钱啊。看来你的大家也包括我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个见钱眼开、会缠着你想要发达的人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。那话应该怎么说呢？话当然是要想一下嘛。这么重要的话，你当然要给我点时间想一想啊。你什么也不用想，不管你是什么操盘手或 Hiroda，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喂，大狗熊，时间还没到哎，2分11秒而已嘛。Hiroda？对啦，矮叔以为他们要来找大英雄，就叫他们来这里找我们咯。是人都知道嘛，大英雄指的就是大哥大、叶小英跟伟雄啊。那到底谁是那个什么 Hiroda？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大家忙着搬家，满身大汗，只有伟雄有机会过去跟他们讲话。那结果呢？结果啊，他们说了一轮话，呼，3个都跑掉了。那一定是找错地方了吧？肯定啊，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大美女要找的人？我就知道你要讲你的是不是？你连婶啊，一个老人家你都让他睡觉，你怎么可能跟3个美女扯上关系呢？做人不要脸也就算了，你不可以不知廉耻到这种地步的。骂得好！连丽丽他们都要搬走了，我看我要去找议员了。找议员做什么？叫他们写信啊，让我去住老人院。哇，阿嬷你真阴险哎，要我们背负不孝恶名，被人当过街老鼠一样臭骂。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自顾不暇，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。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住老人院的。伟雄说我们单身人士可以租2房4族，我可以一边申请一边向建物局租屋子住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。等你申请到来啊，天都亮了。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？我虽然孝感动天，要让阿妈住condo，第一她不想，第二她一向爱热闹的，又爱打抱不平，又爱管闲事。像他这种性格啊，的确不适合住啊各扫门前雪的公寓区，还是在附近买个2手的3房4族比较自在。说的像真的一样，你知道现在2手或者3房4族需要多少钱吗？不就20-30万而已吗？我不就20-30万而已，你有钱啊？我没有。哇，不要动手啊！我没钱，但是银行有嘛。做我们这一行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一段不稳定的感情上，所以请你告诉我，你整理好了。我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你是个律师，处事应该明快、坚决。我想跟你在一起。那好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就是跟周发达划清界限。需要这样吗？是的，我坚持。你说我妒忌也好，占有欲强也罢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做得到吗？我。喂，大狗熊。他怎么会来？我不知道。那他肯定是跟踪你的。
喂，大狗熊！哎呀，没想到喝杯茶都会遇见你啊！你不得不承认啊，我们心有灵犀，一点通都不行啦。你怎么笑到脸无人色的样子啊？哦，你是不是担心人家误会我们是约好的？这个郑天大律师啊，我可以保证啊，绝对是巧合。这难道不是你故意制造的吗？就好像那天晚上，你故意装成无家可归，博取伟雄的同情一样。你虽然是一个大律师，不过我相信没有听过这句话了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大狗熊，你慢慢跟他解释了啊。看来他是跟踪你的。不，他应该是来赴约的。Hi, we finally meet Hiroda. Good to see you. 他真是用心良苦，竟然找了3个模特来陪他演戏。他们不是模特，他们是国际著名的猎人头公司主管。猎人头公司？嗯。不要告诉我，他们要猎的对象是他。没错。大狗熊，大狗熊！喂，大狗熊，干嘛跑这么快啊？哎，那个威风凛凛、镇天镇地的大律师呢？啊？你说话需要这么损人吗？那个男人啊，连你最好的朋友我都敢损啊，简直就不是男人啊，太不给你面子了。他分明呢就想要爬在你头上，要你什么都听他的。大狗熊，不是我要说你啦，你长得一副好模好样，只是性格差了点，缺了那点温柔罢了。怎么老是找到那种爱欺负你的男人呢？太失败了。也许吧。那这又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不去陪那3个大美女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一转头你就不见了，我就赶快把他们打发离开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爱上了比他们3个还要漂亮的大美女啊！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要一心一意当自己人生的操盘手。我只好让他们失望啦。不过我没有断了我自己的路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会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 offer。那你就回去慢慢研究他们的 offer 吧。我也祝你跟那个大美女早日开花结果。我先走。喂，那个大美女就是你啊！张伟雄，跟我在一起吧。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我是叫你张伟雄，不是大狗熊啊。所以我跟你说了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认真的。我已经有对象了。那个大律师不适合你的啦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一点都不开心。他也许很会打官司，赚很多钱，但是也只是这样而已嘛。你跟他在一起啊，你只是一个小三。他自己是老大，他的事业是老二，你呢，只是一个小三。做我们这一行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一段不稳定的感情上。请你不要搞破坏。我不搞破坏啊，你总有一天也会受不了那种人的。我知道你是很能忍让，也是个有底线的人。总有一天呢，他一定会触不到你的底线，到时候啊，你会一脚把他踢到化粪池去了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你别老是自以为很了不起，你没有资格批评别人。对，我在他心目中是个小三，那你呢？我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？连朋友都算不上吧？你对我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不是我不信任你，是我不信任我自己。我不相信爱情，我更不相信天长地久。因为我父母亲的爱情就是个悲剧，他们曾经相爱过，可是到最后却是死亡和背叛。我告诉我自己，不管我多喜欢你，也不能爱上你，因为我不想伤害你。那你现在不怕伤害我了吗？怕得要死。但是我爱你也爱得要死。
张伟兄，我曾经不相信爱，也不想爱人，也不想被爱，因为连一对那么亲密的爱人都会背叛，这个世界还有真爱吗？是你让我改变，是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，这一切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，我要把对爱的恐惧化成力量。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爱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一丝的伤害。张伟兄，我周发达对你的爱，直到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都不会改变。我知道有一种爱情，连思念都要很小心，回忆像是一把竖琴，轻轻拨过。喂，张伟兄，给点反应哎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真的打动不到你啊，真的一点感动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应该说的感人一点的，可是这些话很肉麻嘛。虽然是我内心深处的话，但是说出来总是硬邦邦的。你不觉得这样说出来比较真诚吗？啊？你这些话背了多久？有一个晚上。抄下来的吗？不是啊，是我自己想的。真的吗？保证。那除了操盘手这件事以外，还有什么事情是瞒着我的？有。能说吗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好，那你说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有2000万美金的股票，都是我当操盘手的时候分到的红利。我已经立了遗嘱了，等我死后呢，我会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。那是因为听你的话。就算我没死，我也会把每年赚来的钱把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，那也是听你的话。我买了3房式转售主屋，给阿嬷住了。很好啊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向你坦白。你说。其实，我还是一个处男。你神经病啊！谁有兴趣知道？还有啊，还有。好啦，我其实也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坦白的。我其实不介意的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我不介意女人的争吵。你神经病！你是要我踢你一脚是不是？我以为你要向我坦白嘛。哎，好了，你说。郑天说，如果我还要继续跟他在一起，就要跟你划清界限。哇，这个家伙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所以，我是这样跟他说的，郑天，我没有办法答应你。爱情是不能够讲条件的，不是吗？哦 yes， 我就知道你是有底线的。这个震天震地啊，终于啊撞天撞地了。啊，我觉得这里的空气有点不新鲜了。啊，是啊。哎，张伟兄啊，我们去开房好不好？马上就原形毕露了，是不是啊你？不，哎，你说空气不新鲜嘛？我们找个空气新鲜的地方，喝杯咖啡好不好？喂，张伟兄，你答应嫁给我了吗？神经病！我都还没有答应你的追求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哎呀，做人要干脆一点嘛，不如我去买那个婴儿床好不好？神经病！哎，等我，哎。阿妈，你尽量看啊，你看有什么需要的你就买啊。阿妈，不如买个烤肉回去烤鸡好不好？
干嘛想那么久？嫌太小啊？想买大一点的来烤烧猪啊？不要那么贪心，先买回去再说。如果你买回去嫌太小的话，在10天内呢可以要求换货的。有那么好啊？就是有那么好的事啊！只要你还没用，就可以换。所以呢，放心买吧，阿妈。我都还没有说要买房子，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阿妈不是吧？我支票已经写好了，马上要给定金了。我要问伟兄，伟兄，你觉得刚才我们看的那间屋子怎么样？阿妈，八达说的对的，那间房子啊值得买。值不值得买要看对方开什么价吧。他开价多少？现在房地产正在走下坡，而且它的卖价也不错的啊，也在银行的估价范围内。我有个未来大律师老婆，还怕买不起3房4组，买不起电器和家具吗？喂，干嘛？你有没有志气的？就是咯。虽然我注意到伟兄开始叫你发达，叫婶做阿嬷，可是你还是要有志气的嘛，啊？可不是嘛。伟兄肯跟你拍拖，已经算你几世修来的福气，你好意思叫伟兄买屋子给我们住，买东西给我们用啊？你们不要说的我那么没用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努力的 ，OK？ 你就是很没有用咯。伟兄怎么可能要你出钱买房子给我们住？那我们2个男人脸往哪里放呢？你要靠他还你钱等下半辈子啦。哎，会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把你垫出来的钱呢先还给你，然后慢慢一个月的供。我是男人啊，我会负责任的，哈婶。老叔，哇！哎呦，那我太感动了，你那么有担当。少论嘛。来吃吧，别客气啊。恭喜你啊，未来姐夫，也祝你好运。你知道我姐的啊，发起火来，天下无敌啊！感同身受。感同身受啊！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的。哎，不后悔，当然不会后悔啦。我现在充满感恩之心啊。我倒是麻将婆，你看她喝这杯茶，好像喝得不是很爽哎。你当然高兴，我当然不爽啊。我这个人呐，不会装样子、说假话的。你用镜子照照你自己，你哪一点配得上我们伟雄啊？我们伟雄一个月赚1万多块，你呢？你赚多少？哎呀，谢谢麻将婆高抬贵手啊，叫我照照镜子，没有叫我撒泡尿照照。妈，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人要好。以前我也是有很多有钱人追我，可是我都没有选他们。我选阿明是因为阿明老实，心地又善良。老妈，你没有后悔过嫁给老爸？没有，人嘛，睡不过是一张床，吃呢也不过是3餐，最重要2个人在一起是要开开心心。所以你们2个不要吵架，你不要一直发脾气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慧仪。麻将婆啊，你看慧仪比你更懂得啊。家有黄金万两，食不过1日3餐；家有广厦千间，握不过一榻之地的道理。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阿妈，你放心，不管将来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贵，我们一样会孝敬你老人家还有妈的。来，我再敬你们一杯，干杯！干杯！啦，这个呢就是最好的榴莲啦，我担保你们吃了1口啊，一定后悔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悔啊，为什么现在才吃到啊？日本来的。来了，大哥，吃榴莲。大哥大，喝水。谢谢，生意很好哎。你老叔啊，不知道哪来的门路啊，吸引了很多自由行的旅客来光顾，哎，生意增加了3成。那批发糕点的工作怎么样？我老婆说啊，开始的时候有点懒散的，不过越来越好了。臭口王啊，那新店的股份就让给他吧。喂，真的吗？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是我出钱的。知道，我一定会跟他说，我们看他勤劳卖力，邀请他加股一起当老板。来，吃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妈咪 ，Boy boy， 怎么来了？哦 ，Thank you。Daddy 呢？你干什么啊？当然 ，Happy birthday！ 来 ，Thank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人美歌甜啊！要吃什么呢？
法国菜、日本生鱼片，还是火锅，还是火锅可以啦。Thank you 啊。优米，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讲嘞。什么？我呢就快要当老板了。臭口王跟阿娇要开多一间店，叫我投资，我马上答应他们，有钱一起赚嘛。你有钱入股咩？我现在是没有钱，不过呢，等我卖多几6年，我就有钱了吗？好啊，为了阿 boy， 你一定要成功哦。我很感动嘞。感动什么？当然感动啦！以前不管我做什么东西都好，你都看不起我、讥笑我的。现在你不止没有这么做，还叫我一定要成功哦，怎么会不感动？我感动到就快流泪了。阿扎西，谢谢你对我那么好。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了。还有，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。哎呦，阿婆，你吃这么慢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豆腐好吃，来吃一口，对吧？不会烧了。我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。我刚才不是弄一个鲍鱼？阿扎西，你听啦，我升职加薪了。升职加薪了啦！吓死我！吓什么？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讲啊，你又找到另外一个有钱的男人了。要死啊！我变乖了 ，OK。我懂啊。明天几点班机啊9点。哪个的名呢？干嘛？我还来得及去送你，然后再去上班。送我干什么？不用啊。哎，你是我 brother 哎，我一定要送你的。你该送的不是我，是伯尼。什么？他明天也是9点的班机，不过是德明的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信不信就有那么巧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在酒店看到他和他家人在吃饭，无意中听见他明天9点要去英国读书。他的家人应该会去送他，你就自己想想办法，制造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吧。你还没有跟我讲你明天什么德明呢？跟你讲了又怎样？你又不是 X 妹，不可以分身。德明的几？德明的弯啦。你觉得我是那种见色忘友的人吗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我送你。妹妹出来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这些日子以来给我的鼓励。我下个星期就要去台湾继续追寻我的梦想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演唱，我希望我还能够回来跟大家见面。看我妹妹真的是没志气，人家巴不得想飞出去，她却想回来。这个不叫没志气，这个叫重感情。张伟康，你很会说话哦，想人见人爱啊。不人见人爱，拿不了10大的。什么10大？哎，厨师学院也有排名的 ，OK？ 是啦是啦，你很厉害啦，听歌啦。生活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温度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。
恭喜你啊，梦想终于实现了。我要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知道梦是可以追的。我也要谢谢你，让我知道梦是可以实现的。我已经离开公司了，我想证明，即使不靠家族的力量，凭着自己的实力，也可以闯出一片天。你一定可以的。你也是。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号码吗？是我的荣幸。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依旧会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 ，Hello。是我的守护星，未来的日子不必。你要哪一个 gate 下车 ？Radio gate。OK。12块。阿哥，你对这里很熟啊？是啊，我一度常来。你是红丽吧？是啊。我有看你的戏，你演得很好，要加油啊！谢谢。麻烦你往大本多。红编剧。哎，你是？我是罗北啊。啊，罗北。来，大家吃，不要客气。阿伯，要不要吃鸡翅膀啊？要，多点一点点 ，OK。等一下，然后你吃2次，不要跟人家讲啊。啊，好，那间咖啡就在前面。好 ，OK。哎，各位，罗北来了，罗北来了。Hello， 哎，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电视台戏剧组的洪编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。我第一部电视剧啊，剧本就是他写的。哦，我知道，真心男儿。没错啦，我和他好多年没见了。今天刚巧他坐上我的德士，一聊之下呢，知道他的苦恼，新的电视剧题材，我就问过他要不要来到这里看一看。欢迎，哎，请坐。啊，欢迎。洪先生，你来的真及时啊！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营业，左邻右舍都来这里喝最后一杯咖啡。哎呀，爸不是啦，是在这里喝的最后一杯咖啡。怎么，这家店要结束了吗？是啊，店啊不只要结束啊，大家都得要搬走。这个地方啊，政府要收回去了。年底前都得搬走，现在都搬到7、8了，到处都冷清清的。不过，我们已经在附近找到新的店面啦，继续营业。到时候多来支持啊！哦，好，谢谢你。不过你要说起打狗大，就要提起我，因为整个打狗大只有一家杂货店，就是我开了。我一开就开了40年，从以前那个 Hamson 的头家呢，变成今天更加 Hamson 的老头家。哇，赛叔，你很厉害抢镜头哦！人家的屁股都还没有坐稳，咖啡都还没有喝，你就急着讲你的故事了。他是怕我们讲完了，他没有得讲。坐了，咖啡来了。哎，谢谢。哎，那我听罗北说，他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啊。是啊，这里改变了我，也可以说是让我得到重生的机会。你要写故事啊，一定要写他的故事哦，而且哦，要让他演回自己耶。是啊，我们这些安迪都很喜欢看他演戏的。你以前很 handsome 的哈。罗北是我妈还有阿嬷的偶像。阿妈，你不用再装啦，赶快承认他也是你的偶像。当然是啦，现在的电视剧都没有找他演，所以就越来越少人看电视喽。其实我的故事没什么，这里有更多精彩的人物，还有故事值得你写的。哎，对啊，洪编剧，如果你要写打狗大的戏，我跟你讲，收视率一定 No.1 的，尤其是我的故事一定要写。你的故事那么丢人还敢讲啊？啊，什么丢人啊？我的故事啊，大起又大落，编剧最喜欢写这种戏的嘛，我说啊，应该写伟雄才对。对。
这位美女哦，是我们Dakota Crescent的光荣哎，她在这边出生长大，现在是个大律师呢。听我的故事啊，观众会睡着的，不如听美美的吧。哇，我们美美啊，是Dakota另外一个传奇嘞。关美美啊，网络爆红啊，台湾唱片公司要签她，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认识她，很红嘞。认识，我当然认识啊。啊，美美是我的女儿啊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哦，现在在北京工作，做那个酒店经理。我2个女儿啊都很厉害的，这全都是我老婆的功劳。她就是我老婆。什么老婆？谁是你老婆？我以前的老婆，不过也是我未来的老婆。那看来你们的故事都非常精彩，我都很想听。不过呢，你们可以先告诉我，在这里谁最具有代表性呢？大英雄。大英雄啊，就是他，大哥大。还有他，叶小英。还有一个女中豪杰，我老姐张伟雄。大哥大，叶小英，张伟雄，那简称叫做大英雄。对，大英雄啊，只不过是叫压压巴巴呀，自己爽一下而已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虽然我们是小人物，不过我们也可以成为大英雄的，是大哥说的。没错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小人物啊，什么事都干不了。也许大事没我们的份，想要插一脚也会被人嫌麻烦。但是帮身边的人，给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小人物打气，还是可以的。即使是小小的力量，也是可以成为很大的威力，能让原本对生活失去希望、对自己失去信心的人，重新获得力量。就像我一样啊，我也是。Me too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也是。我也是。你又知道人家讲什么？我懂吗？我没有识字哎，谁帮过我都记得。我们也是。是啊，我们也是。我也是。还有我。大家都是啦。哎，没有啊，我还很硬朗，不需要人家帮忙的。麻将婆，你欠左邻右舍的麻将钱啊，我们早就帮你 offset 掉了啦。你帮人，人帮我，大英雄不只是指我们3个人，大英雄也是指这里所有的人，还有你们。旧机场路熟食中心对面的达哥打湾区将展开旧区更新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由改良信托局兴建，屋龄高达60多年的17座租赁组屋，需为未来的新发展让路。约400户租赁组屋居民将在2016年年底前搬迁，他们可以选择迁居其他地区的租赁组屋，或购买新组屋。3年前，我们一起劝臭狗王老婆不要跳楼自杀的，那个侠骨柔情的阿妈。对。我已经第3个了，想撑死我。像你这样多开心啊！2000多块，你拿着。我这里还有一些金丝，可是我找不到。因为你所有的问题，他都把ending， 然后关于忍着麻将不打，叫他写信让我去老医院。老医院，你要做老医院？你等一下有一句话的，去不去的那个？还有呢。